是什么让我们的车辆可以飞驰？冬天我们为什么可以享受温暖的房间？巨大的工厂为什么可以高速不停地运转？这一切都依靠能源，没有它，一切都将停止。能源是我们享受现代舒适生活的基石。今天，我们将带您进入一个前所未见的领域，揭示能源如何驱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。同时，面对环境的巨大压力，中国该如何面对挑战？中国西北部的戈壁上，一群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寻找埋藏在这片戈壁下面的巨大能量。报告爷爷，袁和尚有37年爆破经验的老工程师，今天他将利用1418吨炸药产生的爆破力，将38米厚、5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石炸成碎片，同时还要把这些碎片抛送到事先计划好的位置。袁和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，这1418吨白色的炸药不能同时爆炸，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。我们是这么大的炮区是500多孔，一次性起爆很可能这个几个地震了啊，那周围的房子肯定给摇塌了。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这1400多吨炸药分批爆炸。这次爆破一共有781个爆破孔，按照抛掷的方向，这些爆破孔被分成12组，每一组的间隔时间不超过1%秒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，这就是电子雷管。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精确控制点火时间。通过编码器，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。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8毫秒。爆破的效果如何？今天下午16点过后，只要1秒钟就可以知道结果。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，位于沙漠边缘的干旱内陆。中国人在这里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设备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个。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，燃烧之后产生的污染小，同时还有很高的燃烧值，是罕见的优质煤炭。今天，煤炭仍然是驱动人类社会的主要能量。中国发展经济的能量超过1半来自煤炭。这是中国人正在开采的巨型露天煤矿之一。这里的煤炭不但质量好，而且煤层出奇的厚。世界范围内，煤层达到15米就算是特厚煤层，但这里的厚度接近30米。当然，为了得到这些珍贵的煤炭，必须把上面的岩石层清除。哪里啊？好了，在接到正式起爆命令之前，爆破组通过编码器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了最后一遍测试。16点，整个矿区数十亿美元的设备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。后面的控制区的警戒全部到位，
比较安全，咱们可以具备那个检测条件。好的。对，开始起飞吧。好的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爆！跟往常一样，袁和尚独自一人前往爆破区检查。小的效果挺好，它这个月亮面挺齐是吧？看来袁工程师对今天的爆破效果还算满意。只要把剩余的破碎岩石运走之后，一片新的煤层又将显露出来。半个小时之后，烟尘散尽，矿区恢复运转。在这个人工开凿的大峡谷里，每天的煤炭产量超过10万吨。这些煤炭产生的能量足够一个现代家庭连续消耗1万年。把这里的规模扩大100倍，就是这个国家一天的煤炭开采量。在中国，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，因此，如何科学地使用煤炭就显得格外重要。最为高效的方式之一，就是在煤田的周围建立大型发电厂，这样既减少运输消耗，又有利于污染的集中治理。中国西部拥有大量的煤炭储量，但这里常年干旱少雨。发电厂的降温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。曾文龙，设备维护部的负责人，今天要进行一项特殊的维护项目，这在常规的火电厂是没有的。现在抽回全体都当。在戈壁上建立火力发电厂，过去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传统的火力发电厂如果没有大量的水进行蒸发冷却，锅炉根本没有办法运转，功率越大，耗水量越多。但是，戈壁滩最缺的就是水。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片戈壁滩建立大型火力发电厂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法。秘密就是这个，完全不用消耗冷却水的被动式风冷塔。通过高塔的烟囱效应，把常温的空气吸入冷却塔的底部，在这个过程中带走散热片上的热量。曾文龙要做的就是保持散热片的清洁，用最少量的水清洗这里接近100万平方米的散热片。为了达到足够的散热效果，散热片采取微型分布。132块散热片总面积达到了97万平方米。
这种被动式冷却塔不再需要大量的冷却水，使戈壁上建立大型发电厂成为可能。中国东部聚集了这个国家接近70%的人口和80%以上的经济活动，但是推动经济活动的能源却大部分埋藏在西部，两地相隔数千公里。能源跨区域输送是困扰这个国家的老问题。中国人的计划是在西部煤田周围建立大型发电厂，把煤炭转换成电能，再输往数千公里之外的东部地区。这是人类历史上跨度最大的能源转移工程。今天，这项超级工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全球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线路开始安装导线。第323号铁塔下面，高空阻接小组准备开始空中导线连接作业。这是世界上电压最高，同时也是距离最长的一条输电线路。从中国西部准噶尔盆地出发，横跨沙漠、高山、峡谷等各种地貌，蜿蜒3324公里，到达东部人口密集的地区。中国人用了8年的时间，建设了超过3万公里的高压线路，架构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能量转移系统。而要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效率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尽一切可能升高电压。眼前这条110万伏的高压线路，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线路。它的作用相当于在3000公里的距离里，每天输送超过8万吨煤炭的能量。要让导线能通畅地输送电能，首先要保证这条线路上2万多个接头被完美的连接。导线采用压接的方式进行连接，首先把外层的铝线剥开，露出里面的钢制线缆。接着把2头的钢制线缆插入金属套管内。最后用液压机挤压金属套管，2根钢制线缆就被牢牢地握在一起。内层压接完成之后，再用大套管把这个步骤重复一次，完成外层铝线的连接。压接的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，但是在100米的高空进行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空中连接之前，需要临时抓住导线的2个断头，既不能损坏导线表面，又要承受5吨以上的拉力。要解决问题，必须依靠这个卡线器。卡线器，先把保险打开，线放在里面，它越拉越紧，越拉越紧。再把线放进去以后，把这个保险关起来。这边风比较大，平常我们挂线或者搭了5的，它这个风吹起来，甚至去
加了2等、3等、4等都不止，它的那个挂线的张力达到了10等以上。好了，绳子再开一点，绳子加点力，好吧，绳子加点力啊！骑慢一点啊，保持这个速度啊。压接的程序与地面上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100米的高空，每个操作都是在晃动中完成的。再过6个月，这条长达3324公里的输电线路将全部安装完毕。而这只是个开始，中国版图上多条同样等级的能源输送通道已经在规划之中。11月初的中国南部海域，一艘崭新的工程船在海岛边的水面上停留了3天。海上风平浪静，船长金瑞健心里却焦急万分。与别的船躲避风浪不同，他正期待着一场风暴。王二，别去了。这是一艘深海工程船，中国人愿意花费接近2亿美元的成本制造它，原因是它无可比拟的深海作业能力。中国的海域是受西太平洋洋流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。过去，在潜水员无法到达的深海，稍微精细的海底作业根本无法实现。这艘船仿佛就是为了面对这个挑战而生的。为了测试新船在恶劣的海况中的作业能力，船长金瑞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足够大的风浪。过去，中国开发深海中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困难，而这艘新船的出现或许会大大改变这个局面，但前提是它所搭载的顶级工具能真正发挥效力。在计划的测试海域，预计的风浪并没有出现，金船长必须重新寻找一个理想的地点。金总，这是未来几天的气象图。好，谢谢。按这个气象图看的话，今天到明天是风力的话4到5级，1.5米到2米的浪高，不太理想，我们需要2.5米左右的浪高。根据最新的海况预报，船长和导航员选定了一个新的海域。经过1夜的航行，工程船到达了选定的测试海域。在这里，风浪终于出现，测试马上可以开始。在海洋中进行精准作业的前提是，水下设备的调运是准确而平稳的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首先要求工程船不能漂浮不定。面对时刻不停的洋流，要做到这一点，秘密在水面以下。这就是现代海洋工程船的独特装备——动力补偿系统。也就是说，当海浪对船产生推力的时候，补偿系统能瞬间启动相应的推进器，来抵消掉海浪的推力。这样一来，船就能在原来的位置上保持不动。但是，仅仅依靠这套系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当船被海水推着剧烈的上下涌动时，动力补偿系统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但是这艘新船却拥有自己的独门利器，它就是世界最大的自动深沉补偿吊机。这个吊机的绝技就是超大功率的垂直自动补偿系统。
简单的说，就是在海浪中，它能够吊起400吨的重量。当船身剧烈上下涌动时，吊机能自动侦测到运动的方向和速度，瞬间做出反应，通过收放缆绳和甩动吊臂的组合动作来抵消船身的运动，从而保证水中的设备是静止不动的。有一个风浪，然后来的响了，所以说那个就响了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调一下手相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方向摇摆不够。我跟他们讲一下。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海况，测试工作被安排连夜进行。水下摄像头的回传图像显示，巨大的涌浪下面，重量400吨实验箱只有轻微的晃动，晃动幅度完全在可控范围内。什么意思？我就继续抱怨。这是一个令所有工程人员都非常满意的结果。我们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，这个补偿效果是完全接受的，完全接受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成功了，谢谢各位。随着深海工程技术的进步，人类从海洋获取资源的能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然而，在这片海洋的深处，它所储藏的能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2017年7月9日，一个试验团队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从机场出发，将前往正在深海作业的海上平台。今天，他们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。2个小时后，直升机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蓝鲸1号，目前全球最大的深海作业平台。它已经在这片海域安静地停留了数个月的时间。从喷出的火焰可以判断，海平面以下，蓝鲸1号仍然在努力地工作。熊熊燃烧的火焰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这次它的能量却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物质。科研团队正在蓝鲸1号上进行的是一项引发全球关注的能源开采试验。很早以前，人类就发现了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。这种能源是地球上数量最大的化石能源。未来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掌握了这个能源的开发技术，都将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。但是，天然气水合物绝大部分储存于深海海底，混杂在泥沙当中。迄今为止，人类还没有掌握完全成熟的开采技术。持续可控是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核心难题。此前，对可燃冰的持续开采仅仅维持了12天，就无奈地结束。这次，中国的科研团队在持续可控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。今天是连续开采的第60天，一个全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。60天里，实验团队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试验数据，他们决定选择这个时间主动停止采集。报告业务指挥长，目前的关井程序已经准备就位。我宣布，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关井。报告指挥中心，报告指挥中心，油嘴管汇阀门已关闭。14点52分，工程人员关闭阀门，试验将转入下一个阶段。目前的勘探结果显示，
天然气水合物在地球上的储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化石能源。开采技术的突破将对人类能源利用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不断。完全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将面对巨大的环境压力。中国人早就意识到，要尽可能地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构成中的比例。今天，这种努力已经初见成效。在水能利用这个领域，中国人再次领先世界。这里正在建设的是长江上游4个梯级电站的第1级乌东德电站。山体里容纳巨型水轮机组的厂房已经开挖完毕。现在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水坝坝体浇筑阶段。2017年6月底，坝体浇筑现场，这片干热的地区罕见地迎来了连续降雨天气。这对负责坝体浇筑的工程师杨宁来说是个坏消息。即将浇筑的这个仓面是处于两岸陡坡坝段的汇水区，下雨天浇筑，这个地方所有的雨水都会通过边坡积到那个地方。假如说把这个仓淹了以后，那现场的质量可能就会控制不住。中国人要在这里浇筑的是一个无缝混凝土大坝。在建筑界，混凝土开裂是世界公认的技术难题。体积越大的混凝土，开裂现象越严重。对于大坝的建造，曾经有“无坝不裂”的说法。乌东德大坝的混凝土浇筑量高达291万立方米。如此巨量的混凝土要在这里形成高275米、最厚51米、最薄只有12米的混凝土墙。在这里，任何轻微的裂缝都可能导致它无法承受高达270米的水压。建造无缝大坝的技术核心在于持续的系统控制。33个月的浇筑过程中间不能有任何中断，杨工程师必须迅速解决降雨带来的停工问题。雨水让杨宁面对两难的选择：如果冒雨浇筑，雨水有可能改变混凝土的成分比例；如果停工，前后2次浇筑的混凝土可能因为间隔时间太长而出现结合不良的结果。2次浇筑的时间间隔已经接近极限，是采用雨中作业的紧急预案，还是等待放晴的时间窗口？杨宁必须现在就做一个决定。根据气象站的预报，29日白天降雨云团将暂时离开施工区域。杨宁决定利用雨停的时间窗口紧急施工。早上8点，雨果然停了。得益于一套严密的控制体系，30分钟之后，被精确控制好温度的混凝土到达现场。我们在这个仓严禁在雨天浇筑，力保这个仓在今天下午2点到3点之中能够收仓，这样就保证我们这个混凝土能够不在雨天浇筑，切实保证我们混凝土和建基面的一个结合质量。混凝土开裂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凝固的过程中会产生热量。当混凝土结构的内外冷却速度不一样的时候，
柔韧性几乎为零的混凝土就会因为冷热不均而产生裂缝。温度控制就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。浇筑过程中对连续性的保障，正是为了达到精确控制温度的要求。搞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地方冻住，知道吧？不要让它动了，行吧？截面。今天，杨工程师的准确决断，使浇筑过程成功地避免了天气的影响。当这个超级电站建成之后，奔腾的河水将源源不断地为电网输送不竭的电能。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充沛的水资源可以被利用。中国西部小镇德令哈，这里水资源缺乏，但它却有另外一个独到的优势：充足的阳光。在这里，日光辐射量和日照时间都远远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。日出之前，检修人员的工作已经开始。你把那个130、131画个预锥，我看它能不能起来。正在检修的是一种收集太阳能量的装置，它的核心就是这些镜子。早上7点，阳光开始洒向这片戈壁，超过2万面镜子将太阳光准确地反射到高塔的顶端。瞬间，太阳光的热量被塔顶的熔岩吸收。熔岩带着这些热量到达厂房，将水加热成蒸汽，推动发电机发电。这种发电方式不需要消耗能源，也没有任何排放，是一个理想的太阳能利用方式。但是，在它变成现实之前，有一个难题必须解决：太阳的位置不停地变化。镜子的角度稍有偏差，就不能达到足够的热能聚集效果。光热发电的核心技术就是如何实现阳光的准确反射。今天，中国人已经开发出了精密的阳光跟踪系统。2万面镜子在计算机的控制下，精确地把太阳光反射到塔顶。这就是塔式光热发电厂。绝佳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理想的太阳能发电基地，各种收集太阳能的方式都在这里出现。在塔式光热发电厂不远处的工地，另外一个比它规模要大10倍的太阳能发电厂正在施工。这里正在建设的是一座全新的槽式光热发电厂。槽式光热发电厂通过曲面镜来聚集阳光的热量，它与塔式光热发电厂的聚光方式完全不同。但它们都有相同的要求，那就是要准确地追踪阳光。因此，每个槽式聚光单元安装的时候，质量经理古文学都必须在现场。槽式聚光单元由弧度完美的曲面镜子组成，它们在计算机的控制下追踪太阳。如果反光槽不平整，反射的光线就不能准确地聚集到曲面镜的焦点上。安装精度将直接影响收集太阳光的效果。通过这个镜罩以后，我们把每个欧洲槽连成一个整体，我们就保证这个同步转动，左右高低差不能超过1毫米。每个反光槽的面积达到69平方米，安装完成之后，平整度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。
这个光热发电厂一共有9120个槽式反光单元，每个单元的安装都要达到这个标准。8个月之后，9000多个反光单元将在一起跟随着太阳的位置转动身躯，将阳光的热量收集起来。1个小时就可以产生5万度电能。今天，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7000万千瓦，占全球的1/5。越来越多的太阳能利用方式将改变中国清洁能源的供应格局。它的飞速发展显示了中国未来能源转型的巨大决心。与太阳光一样，还有一种能源无处不在，它就是风。在中国，巨型风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寻常不过的景观。海洋是风能最丰富的区域，但海上恶劣的环境却对风机安装提出了苛刻的要求。过去，海上风电的安装方法是，巨型风机首先要在陆地上组装成型，再用半潜船运送到安装地点进行整体吊装。这种方式对装备的要求极高，而且周期长，导致了安装成本居高不下。今天，海上风电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发展期，安装技术的突破将大大降低海上风机的安装成本。中国东部沿海，一个新开发的海上风电场，一台风机正准备安装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们将采用一种全新的安装方式。这次采用的安装方式还处于全面评估期。为了保证明天的安装，总指挥吕鹏远希望利用晚上的时间连夜调校设备的参数。你这个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这个纤维是机械纤维还是计数器啊？计数是机械的。机械是哪个地方？知道，这不知道了吗？这个不是你把那个找的哪个地方是那乒乓球场，能不能换一个调过来就可以知道了。新的安装方式得以实现，得益于这台新研发的工具。它能在近100米的高空精细地调整叶片的角度，实现叶片与轮毂的准确连接。如果这项技术通过了这次验证，海上风力发电机的安装成本将减少近50%。晚上11点，家具的检查和调试工作全部完成，但它能否完美的运作，还得看明天的吊装。早上7点，安装作业正式开始。左转，左转，左边再来一点。2个小时之后，一片50米长、20吨重的叶片被稳稳地抓住，提升到轮毂接口的位置。最难的作业即将开始。在接近100米的高空，需要准确地把叶片上一圈螺丝插入轮毂上预留的小孔中。这个动作的难度来自叶片本身。风力发电机叶片有巨大的受风面积，一丝轻微的海风都可能导致这个动作失败。叶片家具发挥优势的时候到了。通过家具上的控制系统，操作人员实现了对叶片姿态的精确控制。叶片准确地与轮毂完成了连接。来，大臂一起，大臂一起。 3个小时之后，一个风机叶片顺利安装完成。
这种新的安装方式将节省1半以上的安装成本，海上风电将进入全新的发展期。在中国，科技的进步为能源开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，各种能源的利用水平纷纷进入新的阶段。在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半岛上，一座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核电机组即将投入使用。核反应发生时会释放出巨大热能，核能发电就是利用这个热能将水变成高压蒸汽，推动发电机旋转，产生电力。核电机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核反应堆，这是目前全球安全等级最高的核电机组。在它正式开始工作之前，对它的安全排查工作时刻都在进行。工程人员正在测试的安全门接近3层楼高，它由特种金属经过航天级的工艺加工而成。像这个安全门一样，在这个核电厂里，近1/3的成本都是为了追求极致安全的目标而设置的。这个大约10米深的水池和它旁边的反应室，是一个核反应堆最核心的区域。这次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它，以后估计没有机会再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它了。以后因为它要带有放射性，未来它将充满没有任何杂质的除盐水。核燃料组件的安装和替换将在这个空间完成。前方是我们的 AP1000核电。这个核心的地方，核反应堆。难道你们要下来吗？对，要下来。将来发电运行的时候，所有的电量的能量，源源不绝的来自这里。这座崭新的核电站最后一轮检查测试工作即将完成，它的主角核燃料已经在燃料舱等待多时。在核燃料被正式安装之前，它们以最高的安全等级被储存起来。在燃料舱驱动这个核电站发电的100多个核燃料组件已经到位。地板下面的空间储存着目前人类能控制的能量最高的物质——核裂变燃料组件。它的能量密度是煤炭的250万倍。马上要装料了，我们今天做一个装料前的模拟演练。第一个是检查系统设备的状况，把我们系统设备调整到这条状态。机械手正在抓取的是核燃料组件，每个核燃料组件内有264根装满了核燃料的金属管，在启动之前，它们没有任何辐射。反复的演练，目的是保证安装时万无一失。这样的演练工作每天至少要持续4个小时以上。今天，人类仍然在不断探索核能利用的最佳方式。太阳，人类一切能量的来源，它产生能量的方式被称作核聚变。
在人类目前的认知范围内，核聚变是未来最理想的核能利用方式。2017年7月5日，中国科学家发布了一段100多秒的视频，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震动。这段视频记录了中国科学家在核聚变研究中创造的一个世界纪录。视频中显示的温度是5000万度，5000万度，即使把它降低1万倍，在这个星球上也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可以承受这个温度。什么样的容器能承载如此高温的核聚变反应呢？答案是磁场。科学家利用低温使线圈进入超导状态，从而产生地球上最强的磁场，然后利用这个磁场将反应材料悬浮在空中，进行核聚变反应。这是我们正在加工制造的超导磁体，到时候超导线圈就会在这里面，会冷到零下269度，在那里将是自然界中最高的温度，上亿度的胆离子体。所以在这个非常狭隘的这个空间里面，对这个装置的建造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就是我们在胆离子体物理研究在世界上走在最前列的，我们在聚变工程我们掌握了很多的核心技术，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核聚变发电是目前人类所知的能源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中国科学家已经找到了方向。在为明天寻找不竭能源的同时，我们更应关注如何利用好今天的财富，让它们更高效地被利用，更加清洁，更加环保，同时能被更好地流转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它需要我们更多的创意，也需要我们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。